我们在文君止遇害的同学家遭遇了割头邪修云阳，侥幸破解了他的灵异电视和血鞭后，我一时大意惨遭偷袭，还好文君止舍身挡住云阳，被贴身重创，接连翻车的云阳再不敢轻敌，直接祭出了自己的成名招魂技，只是万万没想到来鬼居然是百年厉鬼殷怀远。看着自己敬畏如神灵的百年鬼王，居然对眼前的女人如此恭敬，云阳的心猛地一沉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连鬼王大人都对这女人如此恭敬，这女人只怕真是背景通天，身后的家族势力远超我的想象。难道我这次真的栽得这么彻底？该死！我的心里也有点发怵，原来云阳祭炼人头是为了招来阴郁厉鬼借刀杀人，也不难怪他只是开光境却四处作恶，有恃无恐。只是如果殷怀远跟他有什么大交情，铁了心如果站在他那边，那今天就麻烦了。这里不是阴郁，继续在那套幽兜使者的说辞上做文章，只怕会被老道的云阳揭穿，到时候殷怀远新仇旧怨一起算下来，就只能以命相搏了。你跟他很熟吗？殷怀远的脸色变了变，又拱手作揖。回大人，小人只是途径此地，与此人并不相识。云阳闻言脸色死灰，自知大势已去的他再不敢心存侥幸，手一抖，一张黄符出现。不好，他要跑，那是真的缩地成寸符。此仇来日再报。不等众人反应，黄符瞬间燃烧，云阳身子一沉就消失了。窗外有惨叫声。不对，这里是9楼，悬空的呀，缩地成寸能往哪里缩？这云阳老贼真是急糊涂了。众人有些无语，殷怀远敲了个响指，纸人女士将摔得头破血流的云阳扔死狗般扔在了地上。大名鼎鼎的云阳大师，斗篷下竟然是一个瘦小老头，看上去有60、70岁，身材干瘪，头发已经掉了不少，皮肤苍白，看上去就像个农村的普通老头。云阳再次吐出一大口鲜血，抱着一丝侥幸地看着殷怀远。鬼神大人，只要你帮我杀死这些人，我会献祭更多活人，10个、100个都可以。今天这里的事情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，不管他背景如何。殷怀远隔空捏住了云阳的脖子，脸色沉了沉。住手！此人作恶多端，我要将他上交，查出同党余孽一并清理。是，大人。此人含血喷人，在下一时情节而已，断不敢耽误大人要事，还望大人恕罪。小人突然想起府中还有要事，今日就相告辞。等等，那被献祭的7个人的魂魄得留下。那是自然。殷怀远敲了个响指，空气里隐隐传来锁链断开声。回大人，被此人禁锢的魂魄已被在下悉数释放，小人告辞。他再次作揖，身形瞬间隐去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文君止从怀中掏出一只手铐，啪的一声将奄奄一息的云阳铐上。你以为用这种东西就可以锁住我？这手铐用秘银制作，炼气化神以下的玄术师都无法逃脱。你一个小小的开光境，莫非还能例外？小小的开光境，你……云阳被气得无话可说。文君止似有所感，他转身看着沙发上的无头尸骸，眼中有遗憾，也有欣慰。老同学，杀你的罪魁祸首已经被他抓住了，你可以瞑目了。我们下辈子有缘再见了。何小姐，云阳他这斗篷下藏的都是些好东西啊。这几件灵异物品要是拿到黑市上卖，每个卖个几千万不成问题。还有这瓶蛊药可以治疗蛊虫噬心，黑市上早就有市无价。还有这瓶疗伤药，这些是赃物，要上交的。周胜的喜意一下子凝固了。何小姐，其实按照江湖规矩，这些都是你的战利品。但我不是江湖中人，我是特安局的探员，得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和编制。这些东西都是灵异道具，流入黑市了，不知道又会被多少人拿来作恶。不如上交道具到特安局统一管理，每个还会有奖金的，卖给谁不是卖？而且特安局的钱来的省心，黑市里的钱不干净，万一收到了电诈基金是要动卡退钱的，那就亏大发了。这些可是开光境高手收藏的东西，随便一件面世，只怕都能引起玄术师们重金哄抢。何小姐实力深不可测，肯定是因为来自隐士家族，家中藏宝无数，是金钱如粪土，根本看不上这些东西，才会舍得交给国家吧。哎，有人出生就在罗马，
有人只是凑数的牛马。我拿出手机给赵颖妍打去。何小姐，是不是遇到什么灵异案件需要支援？告诉我位置，我们马上就到。不用，其实是我抓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所做的坏事罄竹难书。他才刚到咱们 A 市不久，就害死了好几个人，还砍了他们的头，用来施行跟厉鬼签订契约杀人的邪术。赵颖妍的眉头皱了起来。最近下面的确报了好几桩无头案上来，他正准备带人去调查。你抓到的那个嫌疑人是？蒋东阳在。赵颖妍一头雾水，没听说过呀。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云阳大师。什么？谁？你说谁？云阳大师。岭南的那个？难道还有好几个云阳大师吗？你没受伤吧？那位云阳大师不仅是老牌玄照境高手，而且手段颇多，这些年虐杀了外省特安局不少探员。你千万不要轻敌，他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就有很多后手伤人，防不胜防。我看了地上还在吐血的云阳一眼，我没事，但他可能有事，要不我先叫救护车吧。千万别叫外面的救护车，你把位置发给我，我马上派特安局的救护车过来。这个云阳邪修诡计多端，说不定会害了救护车上的人。我点了点头，的确，电影里反派被送去医院的时候，不管他伤得多重，总能跳起来杀光救护车里的医护人员。救护车可以算警匪片和恐怖片里最高危的职业。那好，我看着他，等着你们来。我挂断了电话，然后看向文君芷，见他面沉如水。别担心，虽然这些灵异物品要上交，但奖金我可以分给你一些。不用，我不差钱。我知道你不差钱，但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你也出了力，这钱就不能不给。其实你不用和我算得这么清楚。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一码归一码。不管如何，总要给人一点甜头，下次人家才会巴心巴肝地给你介绍业务，这就是人情世故。亲兄弟明算账，难道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和亲人差不多了？是啊，根据我的调查，我爷当年给我结的娃娃亲就是他。虽然我爷答应过他爷爷，让我们在他25岁之前不能去打扰他，25岁后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婚。但是现在我们名义上就是未婚夫妻，可不就是亲人吗？好，那就多谢了。看吧，他多高兴啊！刚才说不要，肯定是客气，但人家客气，我不能顺坡下驴，这样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才长久吗？我又转头看向周胜。何小姐，我不要钱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周胜，虽然蒋东阳和你有杀师之仇，但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要相信特安局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啊，我知道你恨他，但你千万不能趁他无法反抗的时候把他打死，那是犯法的。我何德何能，可以对一个开光境的高手行私刑？即便那位开光境高手已经受了重伤，也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凡人能够动得了的。他也太看得起我了。不对，他是在点我。他是不是看出我心中满是仇恨，害怕我走了歪路，才说这样的话？何小姐不仅能把云阳这样手段颇多的老邪修玩弄于掌心，让百年厉鬼言听计从，还这么擅长洞察人心。特安局的探员原来都是这么强的吗？根本不是江湖传言里那么不堪，那些人只是没机会接触像何小姐这么有实力的探员而已。何小姐，你放心，我相信特安局。我会努力研究师傅留下的东西，将师傅的衣钵发扬光大，争取也加入特安局。我这才松了口气。电视里不都这么演的吗？明明凶手已经被抓住了，主角还要行私刑，杀了他报仇，结果把自己给送进去了。年轻人最容易冲动，好在周胜听劝，分得清更重要的事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有警笛声响起，很快有人敲门，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医生站在门外。是何小姐吧？我是赵队长派来的，嫌疑人在哪里？特安局的证件上面的照片是他的，下面的名字是谢安。我又抬头看了看那医生头上的血条，上面的名字是江州，玄照境修为，绰号千面郎君，云阳大弟子。